我记得那一幕就是我哥哥不懂什么考试考得不好，他把考卷跟藤条一起给妈妈。不过我母亲年迈的时候，有人问他这些事怎么管教孩子，他都说我从来没打孩子。泡一壶茶，讲一段故事，念一生的回忆。上课喽！那些年你教会我的事，我是主持人林安娜。今天很开心邀请到卫生部长王以康来到我们的节目啊。安娜你好，你好。我们这个节目，这个系列的节目是一个对谈的节目，是跟老师、学生对谈的哈。可是你很特别，你是来我们的节目谈曾经是教师的妈妈。讲到华文老师，我母亲是华文老师。2015年到2020年之间，我是教育部长嘛，对教导华文、对特选中学，我也有自己的见解。那你刚才说你妈妈是华文老师嘛？对，那她有教数学。哦，她就是用华文教数学。对，她就是那个年代，教华文也有教数学，用华文教3721。哦，我小时候也是用华文学程式表。妈妈那时候在家里也是，因为她是老师嘛，她也有教你，她也是用华文来教你数学吗？没有了，因为她读完高中就出来教书，她那时候是在义安小学教，就是在河水山 River Valley Road。那时候义安小学在那边嘛，然后我相信那时候义安小学就开始的时候就转成用英语教数学，所以他就换学校，他就换去振华，在布克班江，还是继续的用华语教数学。但当时我进入小学，我是在南洋小学，南洋小学已经一律改成用英文教数学科学，所以我在家里呢，纯粹是用英文学数学的。那时候很辛苦，因为家里的语文环境是华语嘛，然后去到南洋小学。南洋小学有华语周跟英语周，一个星期大家讲华语，一个星期大家讲英语，所以讲华语周呢，我是叽叽喳喳的；英语周我是没话讲了。如果你华语周讲英语或者英语周讲华语，会被抓，被抓就在升旗礼的时候，你要认错讲错的那句话要怎么改啊？哇，这些有经历过的人应该印象深刻了。那么他在学校的时候，学生眼里当然他是老师，对。可是回到家里面，他是你的妈妈啊。那你家里的这位数学老师，是怎么样的？还是一个老师，因为他很严的。他对我跟哥哥都很严的。因为我们在南洋读，多数的科目已经是用英文教的，所以他也没有，他只教我们华文。所以他应该是跟我爸爸一样，就是那一代的人。爸爸也是老师。老师，对，他们一概的观念就是不打不会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要吃藤条的，坏蛋要吃藤条。你也有吃过吗？当然吃过藤条了，打手心啊，打手心会比较多了，所以考试不好会被打手心的。我记得那一幕就是我哥哥不懂什么考试考得不好，他把考卷跟藤条一起给妈妈。你哥哥就负荆请罪，负荆请罪，连藤条一起给妈妈。那妈妈心软了，就说不要紧，下一次再努力。哇，这一招不错。是。不，我觉得当时真的是华文老师会比较严格，而且很多学校的训育主任都是华文老师会比较多。不，我母亲年迈的时候。有人问他这些事怎么管教孩子，他都说我从来没打孩子。如果说回以前啊，那个时候的整个华校的环境条件没有这么好啊。我母亲是1936，不过他们都经历的那个年代，就是逐渐的华文科目通通变成英文来教，所以对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。我觉得对他们的教育的这个生涯。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。是，那他有抱怨过吗？我那时候还小，所以应该是小5、小6的时候吧。因为是80年代初嘛，就开始改变，慢慢一间一间学校一直改变。我现在只用非常模糊的回忆想那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。华文科目变成英文的时候，我没有听到他抱怨。也许是因为还没发生之前。
他已经退休了。他提早退休。他提早退休，因为是身体的关系。哦，我住在大巴窑是小3到小6的时候，所以应该是那个时候。我记得那一刻了，他说他要退休，不过退休之前，我记得他一直咳嗽。哦，而且在学校都是用粉笔画黑板、写黑板，吸了很多粉笔灰。我记得他一直咳嗽，咳嗽过后看了医生，医生又说不知道怎么诊断，就把他送去专科医生、心脏医生，然后就说他的那个膜、那个斑膜有受损了，所以就不可以再教书了。他教了多少年？大概应该是20年，因为他读完高中出来教，那时候应该是20岁吧。OK，等到我10岁、11岁的时候，他应该是40出，那时候就这么早就退休。他是很喜欢教育，很喜欢教书的人。我记得你好像有说过一段话，你就是说妈妈提早退休，然后可能也因为提早退休，所以他不必去做一个选择，就是用英文来教数学，对，或者不能够继续，或者被逼退休，甚至被逼退休。后来比较长大了，就比较了解，说幸好他不需要经过那样的那个抉择，那个痛苦的抉择，因为身体的关系。OK， 所以你觉得他提早退休对他也是不是一件坏事啦？不是一件坏事，但是那时候他很伤心。我记得那一幕了，就在大巴窑主屋的那一幕，在我们的餐桌上，跟我们谈这件事。那你从小啊，你看妈妈提早退休嘛，这样后来你自己就是成为公务员，然后做公共服务，当部长。那你现在回头看这些语言政策啊，那你有怎么样的感受吗？其实影响很大。我父亲为什么做生意呢？他跟他那一年代的只会说华语的人都一样嘛。你又不能做医生，又不能做律师，又不能加入公共机构。我父亲也是一样嘛。我父亲当然他有从政了过后，退出政坛过后，他也是做生意。那时候中试读完的时候，我在海星读，那时候中试考完，英语还是水平不高啦。我就是那时候觉得，如果英语不好，怎么样找工作？怎么样有比较多的机遇嘛？就觉得我一定要把英语学好，所以我就说我要去来佛士初级学院。那时候很难啊，好像从池里跳出来的鱼一样，进入一个新的环境。那边的语文环境完全是用英语的，所以就慢慢苦学英语了。一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的英语才慢慢的好。到我那时候毕业。人家以为我是来佛士学生的，进入了部门，变成一个执行官，然后慢慢的做不同领域的工作，人家也逐渐忘记，我自己也忘记，我其实是一个华校背景的学生。其实说这个可以岔开一个小话题。有一次我坐德士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私教车嘛，德士司机就用华语跟我们就交谈，然后他说，其实对他来讲，他觉得。以华校生来讲，谢谢你。以华校生来讲啊，就是后来因为环境改变，需要学英文、英语嘛。他说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，他很达观。他说现在我们2个语言都会。对，我同意他的说法。当然那个时候的华文政策啊，就是华教的政策问题，对好一些华文老师，包括我父亲还有你妈妈在内啊，其实蛮大的冲击。还有就是有一些人因为这个冲击，他必须提早退休，或者是要去做一些改变。你认为当年的教育政策对一个人的一生好像起了一个很大的影响？那时候是很大的改变，但是我觉得好像我母亲跟父亲对这方面观点有一点不一样。我母亲其实我觉得，虽然她影响到了自己，影响到自己的这个的职业，但是我觉得他同意新加坡应该用英语为官方语言，孩子要学好英语，因为未来的机会都是需要英语。父亲就比较不一样，
父亲就比较怀念那时候乡村的生活，大家用方言，大家用华语。他常常就跟我说：“你长大应该做一个穷画家。”哦，是吗？不只是画家了，要做这个穷因为画家。人穷志不穷呀，人穷志不穷，所以这是他的看法。有时甚至会说：“你不需要读这么多书了，出来帮我做事啊，帮我养鱼啊。”所以父母的观念就比较不一样。那个时候，你虽然还小，可是整个你目睹了整个情况，对你后来投身公共服务有什么影响吗？是受了这些影响吗？因为整个新加坡的变化，包括这个语文的变化，我们语言政策、教育政策，国家的方向，我的家庭、父母怎么应对，变成了一个国家的缩影，对吗？怎么样的改变？他们只是个缩影，他们的圈子里的人、圈子之外的人，成千上万的人都受了影响。自从你从政之后啊，一定有不少你妈妈当年的学生，就来说啊，我是你妈妈的学生，遇过吧？很多吧？久一次，不是很多，因为呢，我母亲那时候她20岁出来教书嘛，她的学生可能是小5、小6吧，所以可能才少她10岁，所以现在的年龄也大概要80了吧，10年前的70，所以不会很多，但是偶尔会见到。有一次让我印象最深刻，就是我母亲过世的时候，就是在办丧事的时候，我的同僚陈汉通就来吊丧，他跟他太太一起来，太太来了就跟我说：“我是你妈妈的学生。”还给我看一张相片，那张相片不是在学校里拍的，是我们家里拍的。所以那时候我也记得，小时候我们在河水山跟外婆住，我母亲有2个，她是长姐嘛，2个弟弟2个妹妹，然后常常有学生她就带回家里，跟我们一起，跟她妹妹一起玩。所以陈汉东的太太也跟我说，我跟你的阿姨很熟，那时候小时候一起玩。所以那时候我也觉得，不只是教学不一样，不只是说我是教华文，我是比较严格，他们也是好像一个长辈。是，学生对华文老师是觉得是个长辈，我就觉得那时候的学习风气啊，家庭就好像学校以外的课堂一样，学生也可以带来家里，然后老师又好像家庭以外的一个亲人、一个家长，然后所以那时候有那种互动，家庭跟学校的一个互动，家长跟老师之间的一个互动。刚才你讲照片哦，我这边有4张你的照片呢。比如说像这一张哪一个是你啊？你看不出吗？我看不出。我帮你找。帮我找。旁边这个胖胖的就是我了。是吗？你以前有这样的分量啊？对啊，我小时候是比较圆，比较有分量。这位是你提到的谢修明老师，他是南洋的训育主任。应该是从小3还是小4开始，就是我们的那个 form teacher， 那时候他很严格的，因为我们的导播有问过你啊，说如果要请你谈一下老师，你应该会提这位老师吧？会，不过他在几年前过世了，88岁。他怎么影响你呢？我最深刻，印象最深刻就是每天背3个成语。哪3个？你记得第一次背的时候？不记得，因为每天背嘛，他教我们3年呢。教我们3年，每天3个成语，来到学校都要备考。如果不会，不知道有没有打屁股了。但是这个对我们真的很有益，对我很有益，因为3年过后认识的成语很多，谚语认识的多，所以你不懂得成语，不懂得谚语，其实你没有那个底蕴了。就是那个严格要求底下。对，被逼着，但是其实以后受用无穷。对，不过学华语就是这样。那现在还有南洋小学1981年度，81年是小6。小6。OK， 你又在哪？我有在里面，这个肯定有。这是我们何振玉校长，谢修明老师。我在为什么我站在女生中间？我在这，我就在这边。如果老师还在世，你有什么话想要跟老师说吗？那时候因为我是
教育部长，我也曾经讲过谢秀明老师为我们做的一些事，所以我希望他也有读到。所以我要跟他说的是，我希望我都说了，就是谢谢他了。那时候这样的严格的逼我们读华语，其实像你所说的背成语，背成语、背谚语，现在受益无穷。是，你当教育部长的时候，你对华文老师有没有留下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吗？很深刻。华文老师很辛苦。很辛苦。坦白说，不只是华文老师，现在只要教第二语文的老师，谢谢，都比较辛苦。然后，因为语言环境改变了，人家都是学生们家庭里面很多都是以英语为主，所以教华语、教第二语文越来越容易。我一些淡米尔老师、一些马来文老师也同样的跟我一样的反应。所以我是希望大家民众呢都能够体谅我们的语文老师，不是他们教的不好。他们其实教的最难的科目，任重道远，但是语文环境改变了，他们要逆水行舟，所以还能够保持我们一定的水平，真的是不容易。不要说因为孩子华文或者第二语文程度不好就埋怨老师，其实孩子也知道不是老师的错，都是我们语文的关系。我现在觉得，因为中国发展的关系，以前的学生不及格，华文不及格好像是一个骄傲，现在不会了。现在我相信多数的学生要把华语读好，因为华语就等于商机，带来机遇，他们都希望会把华语读好，反而会觉得有一点感叹，为什么我华语写得不好，华文写得不好？那你要跟所有的教华文的老师说几句打气的话吗？我觉得大家任重道远，语文环境的原因呢，教华文是特别辛苦，但是语文环境也在改变了。整个区域大家都知道学华语文是有用的。我到中国去呢，常常就会见一些学生，也会见一些商人。所有的学生，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特选中学出来的。他们说我们比较有信心，来中国读书读大学。英校的学生就比较没有信心。但是那些做生意的人，在中国工作的人，很多都是英校，不是特选中学出来的。他们都说，我来到了这里，以前学到的一些华文，来到这里给我了一个底。那时候老师帮我闪下了种子。我现在在这个语文环境，在这个工作环境底下呢，我的华文学好了，还是感谢老师当年帮我闪下的种子。所以所有的华文老师，你们闪的是珍贵的种子，千万不可灰心。是，今天跟王部长聊了这个整个当年的华教政改这些问题，我自己也挺有感触的，因为我想起我自己的父亲嘛。不过我自己个人是觉得一代一代了，一代有不同的环境，有时候一些逆境，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德士斯基的一个达观的看法，他也算是达观的去面对挫折或者是挑战。所以其实双语对我们国家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是多元种族的社会，只有双语我们才能够异中求同，同中化异。要通过语言，语言就是文化的桥梁，两种语言，我们的文化底蕴就深了。新加坡认同感也是有意义的。是，这对我们未来很重要。今天非常感谢王以康部长来到我们的节目。那些年你教会我的事做客，所以我们要下课了。好，我 try 这个古拉马拉嘎，你就吃。古拉马拉嘎是比较少的。